嗨，大家好，今天我们虽然在 Starbucks，但是请到了 Kelvin 啊。Kelvin 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人才，我觉得真的是大马的人才，因为在他身上至少有我所有感兴趣的标签。大家看，科技业、AI、项目管理，我也学过项目管理，是吧？在大企业 multinational companies、Motorola、Google、Electronics 很长的工作经验，而且现在居然放弃这些好的东西，自己创业了一家科技的 AI 公司。如果你跟我一样听完，我今天其实可以跟 Kelvin 来请教一下。如果你和我一起听完，有可能你和你的公司能够省钱到上百万，或者赚到上百万，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不然就听听看我们是怎样来忽悠你的。William 太客气了，说就是一个普通人，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马来西亚人，就是个普通人来，也没说的那么好。就 William 就把我就夸大了。观众们朋友，你们有话就留言，我们现在就开始聊了。你的名字很有意思，KEL， 对，正常不是说正常，大多数我知道的是 Kelvin VIN， 对，但你是 VIRN， 所以我一直以为这是 Kelvin， 是这个 Kelvin， 有人又叫你 Kelvin，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名字？这个就要从一个故事开始讲起，因为我之前其实我父母帮我取的所谓的英文名的时候是 Kelvin， 是没有这个 R 的，对，所以就是普通的就是 Kelvin。后来在职场上我就认识了一些朋友，有些朋友当然是不同的行业，我就知道这个朋友他特别，他是一个小创业家，很实的创业家，但是他本身他就比较专于这种所谓的数字学跟易经，所以他很喜欢专注于这些东西，所以当他开始创业的时候，他就从身边的人着手，那我就认识他，所以我们就开始谈的时候，他说 Kelvin， 那如果您不介意我开始自己创业，那我需要找一些人做我的所谓的小白老鼠。你是才改的吗？我改蛮久了，我10年前就认识他了，所以后来我们就谈了之后，他说，所以我说无所谓，就当做是支持一下朋友，刚好他也开始创业，所以这样那无所谓啊，我就把名字啊、我的身份证号码啊、生日日期全部丢给他，就帮我算。对，所以他算的时候说，其实我的整个数字里面就差了一个所谓的一个生命数字，然后这个生命数字它需要用一个字母来代替。那我说那有什么那加了之后我会感觉不同吗？他说其实也不是说感觉不同，是说把这个生命数字加在我的所谓的英文字里面之后，可能我接下来的所谓的仕途或者所谓的事业或者你的成就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当然这个是因人而异，他说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那无所谓。那我觉得说朋友就支持一下。玄学算命我听过不少啊，但是改英文名的我是第一次。我只知道在中文名字里面可能金木水火土怎样，有些人会加一下。对，那你这10年有没有感觉真的发生一些什么冥冥中的变化？我这么说，那我不懂得是不是所谓的心理上的感觉，那可能是我个人觉得，也不是说这是卖广告，我是觉得我改了之后，那我至少做的每一件事，我觉得会比较顺心，也不是说之前不顺，之前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都需要一步一步的都要去花些时间跟精力去解决。那我换了它之后，当然问题还是一样有，只是说虽然问题是有，但是相对的可能个人感觉就觉得说虽然有问题，但是比较顺利的把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给解决。这很有趣，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你的经历。好，你摆着这么好的 multinational 公司，对吧？在 Kelvin 身上它有很多标签哦 ，OPEX Operational Excellence， 你是 Six Sigma 的 Black Belt， 是，因为Motorola 很喜欢搞这些，是的，是。你还是运营专家，在企业里面还做了initiate 很多项目，对，也是项目经理，节省了很多企，都是外企啊。应该在我中国人的眼里，从小我们爸妈就跟你说你要进外企，稳定多金，就是这样的。你做的也很好，你看我们应该差不多年龄，做到这时候为什么突然中断了，重新来开始创业？是的，你不觉得？你先说为什么要离开吗？可能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其实我在外企，其实从不同的外企我也待了，我至少有20多年了。那很多人都觉得说20多年应该也就这么过了。其实外企的这所谓的薪资待遇都不错，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当然，有些人说是美国大锅饭是吧？美国大锅饭，有人说铁饭碗，无所谓，都有不同的标签。那我之所以觉得说，可能在某个时段做某些事，我之前的前面20年，我就不断的在努力把自己的知识做足做好。你已经有积蓄一段时间了，是吧？对，其实我小的时候就有所谓的创业梦。我很小的时候其实就有创业梦，因为可能是我来自一个比较普通的家庭，我也不是所谓企2代或者富2代，可能是负债的富，不是富有的富。OK， 那其实属于比较小康之家。其实爸爸妈妈
那个时候就一直教导我们说，赚钱很辛苦，那最好是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找到了，特别是找那种比较稳定的外国企业、外企，薪水就比较好。那接下来之后就一步一步的所谓赚钱、养家、生活到死。觉得内心还是有一种悸动，在这种一条线的这条路之下，你刚才讲的，让我马上就感到，是否觉得这样太 boring 了，太没有，就这样我甘心吗？好像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我像我说的，刚才我说，其实我就有这样一个，我从小就一个创业梦，我就说工资，当然这个是我个人感觉，我也没有说特别说打工不好，那只是我个人的感觉，不是职场建议，不是职场建议。我个人觉得说，工资不出头，那哪怕是大公司或者是所谓的国企或者是外企都好，对我来说，你打工其实是很稳定。虽然说我们不断的在继续说在打工，可能就是所谓的这样的一个5年轮回，现在可能更快了。轮回的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个所谓的一个轮回，从企业增长，后来之后可能企业开始有一些风波，可能就裁员，之后企业翻新又再重回，它是一个轮回。对我来说，它是属于一个不可控的，不在我可控的范围。那我一直从小就觉得说，我要做一些事情控的，在我可以控制的范围。当然，我可以控制的范围是好或不好，那由我决定。所以我一直从小就给自己灌输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一直在外企做，可能在摩托罗拉也好，或者是在 Flextronics 在谷歌那边创业都好，那边打工都好，我一直总觉得说，我在那边其实我要学的，我其实有个理念，我在那边其实不是说我要攀得多高，不是说从高级经理、总监或者是 VP 那种，我是想说我在那些公司我要做，但是我要做的我是要学一些东西，这个是广度，对，学到的东西之后是那个东西。对我将来不管我自己创业的好，或者是去到一间新的公司，它可以给我提供价值，这个价值是没有人能够带走的。这个价值我会再慢慢把它做深做大，看说从这个价值我能不能把它转换成变成一个可变现的一个机会。所以其实我花了，我算是比较慢的人了，我花了20多年才勇敢的做出那一步，说应该够了。那你是大马人，你是出生在哪里？能不能跟大家介绍？哦，就是在槟城。槟城 ，OK， 这也是被美食滋养长大的算是吧。你看你积累了20多年，对你来说，你创业，你有没有想过 ，OK， 等到你创业成功了，你终于可以从你自己创建的那个公司退出的时候，你幻想那是一个怎样的公司，怎样的场景，它能做些什么，服务谁，它的 value proposition 是怎么样？好，像你刚才说的 William 你说的很好，当我从外企这种退下来的时候，开始要成立一家公司的时候，其实我要针对的对象其实很简单，所谓的中小企业，特别是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因为这么多年一直在外企上班，那我一直觉得说，其实外企他们针对的，可能有些人那么觉得，你在外企上班属于一些精英，哪怕你是高管也好，或者是不是高管也好，是中阶的管理层都好，都会给人一种标签说，这种可能就是精英中的精英，特别是之前在谷歌的时候，很难得你在谷歌上班，那你就是精英中的精英，特别如果你在那边做高企，衣食无忧啊。但我觉得说，其实很大部分，其实在整个所谓的社会阶层里面，我觉得辛苦的除了是小老百姓之外，像我们这种小老百姓，其实中小企业其实他们也过得其实表面风光的，我是觉得他们其实需要很多帮助，因为第一，资金他们肯定比不上外企。他们的资讯或者是他们所谓的这样的一个 technology 或科技，他们肯定也比不上外企，资金那边他肯定是比不上了，所以他的整个的一个竞争环境跟他的竞争的韧性，其实并不比外企来得好。但是既然他们还是在这种很竞争的情况下在挣扎，那我从外企学到的这些知识，我能不能从那边帮他们提供一些有用的价值，让他们至少可以脱颖而出。我不能说他们可以把他们变成像外企一样好，但至少能不能从我的经验让他们可以变得更好一些。这你讲的是你面对的target customer。对对，在这个之前，我们先在回应刚才的，我其实还想要知道的是，你等到你从你创建的公司退休，不是从 MNC 退休，哪天你说我每天躺在沙滩上或者我再不需要关心了的时候，你觉得你创建了哪家公司？我要检验一下你的梦想是怎样。OK， 那家公司这些公司其实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它可以永远不断的帮所谓的公司，哪怕是小公司或者是中小企业都好，至少它能够在这种大环境下不断的
持续成长。我希望我能创造这样的一家公司，是不断持续的提供有效跟有利的价值给这些中小企业。你觉得让它不断的生长？它的运营会是在干嘛吗？主要面对的运营的，我只能这么说，从目前的角度，从目前的思维、这宽度跟远见，我是从马来西亚发起，但我并不是说它只限于马来西亚，因为像这种所谓的科技公司，我个人觉得说它不单单只能在马来西亚发展。它是无国际的企业，特别是科技业，其实它是一个无国际的一个企业，它有可能在新加坡，也有可能在美国，或者甚至在中国，也有可能。那你觉得等到你从自己的公司退休的时候，我希望有多少人企业你？其实我们做这个所谓做科技业啊，其实人多人少其实不是一个问题，反而是说我做的东西它能够提供的价值在哪？它有可能是1人公司，也有可能是10人公司，也有可能是100人、1000人或者是10000人的公司。但我理想的是，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小，以这种20人的一个精英团队 ，professional service， 对 professional service， 以这样的理念来做经营，就是说它可能就有1-2个小团队，专注于亚太区，那只负责专注于亚太区的中小企业，帮他们提供价值，可能是2-3个人的小团队。其实再带深一点，因为其实我现在做的这样的一个是 AI 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其实 AI 项目其实它并不在于说比人数，AI 不是比人数 ，AI 本来就是像虚拟的一些人一样 ，virtual assistant，virtual assistant 是。我们再把它具体一点。好，你希望未来，你现在刚创业对不对？对。好，你希望未来你有了很多很扎实的客户以后，他们怎样评价你？他们如果要 endorse 你会希望看到的是哪些？我有想过讲说，如果他们评价我或者评价我的公司的时候，他会讲说这是一家可以值得信赖的一家 AI 公司，专注于提供中小企业在 AI 的这条路上，帮他们一步一脚印，实现他们能够在整个大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其中一家 AI 顾问公司。很具体啊。好，那我再来问一些可能会让你感到稍微痛苦一点，那我们就是知道说你的这个 dream 是不是比较 valid？ 好啊，你准备了10多年，工作20年，准备了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准备，那有没有一个 moment， 那个 moment 你会觉得我真的差不多要离开了？因为我是做 HR， 我知道很多人都有那一刻的，那一刻被击打了以后，他就会真正的下定决心说 OK， 我该要切换了。那是怎样的一个 moment？ 如果有吗？有，它是肯定是有的。其实我一直都在，像我之前就体会我刚才说的，我一直都有所谓的创业梦，但也有可能因为我在外企待了太久了，这20多年，其实它开始慢慢会磨。就是在外企生活，或者是在一家企业，不管是外企都好，那你在一家企业在那边打拼10年、20年、20几年之后，你开始慢慢你的这所谓的创业梦慢慢会被磨。我知道，你就开始变成一个很自私化的人，长了很多保护膜。对，你走了之后，可能这个又没有了，可能那个没有了，这所谓的薪资、提薪、加成、bonus 啊，可能慢慢的就没有了。不是开玩笑，因为你外企离开10年，你要少说面对几百万的损失，这不是开玩笑。那你建一间公司，你要知道，扣除operational cost， 扣除人员各种之后，你还要赢回来这么多，这个是你真正的 cost。对，这个真的是不容易，要下这个决定真的是不容易。但是为什么我还是最后下定决心？第一，其实它最主要是有2个原因，一个是外在原因，一个是内在原因。外在原因是说，其实我还是希望说我能够创立一家公司，或者是创立一个产品都好，或者是一个服务，能够提供根据我所认知的，跟我学到的20几年的经验，我想试试看，我想知道说根据我学到的这个经验跟知识，到底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提供价值，这是从外在的因素。内在因素其实刚才没有谈，哪怕说我在外企待了20几年，其实我很多时候我都不在马来西亚。你在哪里？我在中国待过，我在越南待过 ，OK， 我在泰国待过。对家庭的，我不知道是家里或者是家庭。那个时候我后来真的下定决心说可能要急流勇退，我用急流勇退这个字，这个成语是在2021年。那个时候刚好就遇到就是疫情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疫情那个时候其实在哪里？那时候在越南，回不到，因为大家都封城了。封城在马来西亚我们有一个用语叫做 MCO 啊，行动管制令，在新加坡叫 CB， 太多名字了。中国国内我们叫翡翠封城。那个时候刚好就家里发生的事，我妈不在了，我唯一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真的是回不到。我有跟对。所以他最后面我见不到，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说钱是有了，
生活是过得不错，也给大家标签说是一个高管，外企的高管，高薪厚职。但其实我还是觉得说，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就触动我说，我需要回来，因为我还有爸爸，所以那时候，而且我是家里唯一的一个男孩，所以我说可能那个时候就开始要退下来，不是说退下来，就开始要决定我的下一步要怎么走。是我刚想说，其实有很多改变我们家想法的，也是一本 Bill Clinton 推荐的一本书，就是 How to Control and Master Your Time and Life。我们也是在这里，就那一刻你好像要重新做自己生活的一个主人，是吧？是的，要再重新掌控回它。好，那我就开始了解你做的这个事情。好，你看到了这么多的小企业，或者叫 SME， 我看大马更多叫 MSME， 对，那个要占到大马经济体的97%、98%，好像都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你看到了些什么问题，以至于你觉得要有你的 skill、你的 ability 去帮助他们？好，我个人是觉得马来西亚的中小企业，其实他们目前，我个人觉得他们遇到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跟问题跟难题，就是第一，资金；第二，人才。资金和人才。所以资金方面，虽然说他们占整个大马经济体的90%或者是95%都好，但如果你看某一个个体或者是某一些领域的，其实哪怕是服务业或者是零售业都好，我拿这两个来做比，其实他们其实都在挣扎的生存。特别是我们说过了 MCO 过后，特别是所谓的疫情过后，其实大家其实生活的都不容易。以餐饮来说，经常有人说 MCO 过后就倒了很多品牌。是的，那他们倒并不是说他们做的不好，第一可能是资金链那边开始出现断层，第二就是他们可能在人才方面，他需要一些时间去培养一些人才，人才流动太快了，特别是所谓的餐饮业。哪怕我刚好培养了或者是培训了一个比较好的团队，可能某些大公司或者所谓的这些连锁餐饮业高薪挖角走了，那我跟他们比不上嘛，资金我肯定比不上，人才我哪怕我培养了一个团队，但是到后来大家也觉得说，可能以前来说话金钱为王，所以说还需要重新再培训过。所以我看到很多中小企业一直不能往上走，最多只能停留在他们目前的这个状态，并不在于说他们并不想，他们很想，他们找不到方法，或者是他们资金方面我就拿不到那么多，以资金或者是以薪资来比较，肯定比不上就所谓的一些或者连锁零售。这边有看到过什么实打实的这种案例吗？让你印象比较深的？有，像我之前也是有几个朋友自己做餐饮业的，在行动管制令之前，大家其实做的都还不错，也不能说做的非常好，至少可能有2-3家 ，OK， 过得还不错。那行动管制令之后就完全倒了，有些现在回归现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打工。那我认识的，那我觉得他们都是属于一些比较有干劲的一些，我觉得他们这种是有干劲的老板，那可能迫于现实，迫于家庭没办法，所以就回归打工。那你设想的这些，它适合那种非常小的企业吗？像我们经常看到这家小店开了70年，专门就煮娘豆腐；那家是做猪肉粉，开了50年，他就2-3个人，或者顶多雇一些人。他说我不需要你帮忙，我每天卖到下午3点我就回家了，吃不到是你的问题，明天早点来。这种企业你觉得适合吗？我觉得其实在心态上它必须要做调整。如果说像你刚才那个例子去举得非常好，我可能是50-60岁了，那我也不打算把我所谓的实业传到我的下一代，他们也不打算承接，那我就属于那种我只要赚好赚满，那我不期待说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可能我就直接把它关掉，就开始环游世界。那对于这种企业，当然决定权还是处于在他们，但如果他们是说我想把我现在这个50年经营的小企业，我怎么把它转型变大变好，可能让我的下一代能够承接，那如果他是以这种心态出发，那我们能不能帮忙？肯定能的。那你的公司能够提供怎么样的方案？那我说那其实真的是太多了。第一，他可以在这个媒体所谓的就是 social media 来做广告，有时候做广告他要花钱，我不会啊，无所谓。现在其实你可以用不需要花太多钱做包装做广告的情况下，也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结果。AI 你知道吗？现在其实已经很多都是 AI 生成的，对，很多有 AI 已经应用一些工具，就在市面上已经有这些应用的工具，他只要把他的公司的产品只要输入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AI 工具里面，他能够把它
美食定时订阅，直接打在所谓的一些 social media 平台上，其实真的不怎么花钱。那我相信对那些品牌主来说，他辛苦创建了很久，他也是从他的父辈，可能他的父辈只是开了一个小的铺子，一个 booth 开在那里，那他这里已经有一家店，虽然说在我看起来进步还不算大，但是这是他们家族所有东西都在里面，对，已经有进步了。他一定是不希望小孩不接受的，我觉得他也是希望。但碰到那种情况，他可能是一种无奈，下一代不想再玩这个了，对，或者有自己的想法，大家想法不一样。我觉得你是可以帮到他的，而且我听说很多，其实我们自己来做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你必须要用上很多那种数 numbers 进来。对，你说不赚钱，有部分有竞争和大企业的问题，也有很多是因为自己算的不太对，定位错了，产品的定位错了，市场的定位错了。你可以讲具体，比方说，以我们来说，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你看看我，比方说我请你也做顾问，如何这个可以帮助到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品牌，一个新创的。可以。那如果说以你为例，就是说以你来做这个目标，第一，我肯定要知道说你目前你遇到的痛点在哪，你想达到的结果在哪？因为其实所有东西都是结果论嘛。对，可能我在大企业，所以我们一直在面对一些所谓的问题的时候，第一，我想知道你目前的状况，你目前的痛点，跟你未来预期的所谓的状态跟结果。从那边我可以知道说这个所谓的它的 difference， 它这个 gap 在哪？这个 gap 只要在 AI 的这个世界里面了，其实它就是一个以数据为王的一个时代。是，只要你所有东西能够用数据来呈现，一切都可行。OK， 我觉得我们的问题有，因为我跟我太太的观点还不太一样。好，没关系，说说你的观点。我综合我们俩的问题啊，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希望能够打开销售的渠道，在我看起来有两个事情，一个是产品端，另外就是销售端。你做出好的东西，还要把它给卖出去。对，好，我所希望就是基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能够在渠道上卖得更好。我们现在大部分的都是因为看了 YouTube 认识我们的。是的，那我们唯一运营的其他的 social media 就是 Facebook， 所以效果也不是很好，基本上就看的人多，转化率比较低。对，好，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问题，这是我希望。Number wise， 我希望 10x revenue， 这是我的想法。我觉得 10x 一点都不难，但是一定要达到。第二个问题是我太太，因为她偏向研发，她喜欢 cooking， 所以她有很多新的 idea， 不停的在被我浇灭。我说不要急着出，我说你出，我知道，我会跟她说，你知道新出一个产品会面临多大的困难，它的品控、SKU 管理上，客户的让别人能够 buy in 你的东西，要花很大的 effort。那他是觉得 OK。我就要出新的，维护好已经信任和相信我们的老客人，让他们再去帮我们传播。但是我只有抓住现在的这个客人，才能够拓得更广。那所以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怎样去平衡研发端新产品和 sales marketing 的 effort 之间的这个关系？像你刚才谈，其实这是一般所有企业家都会面临到的问题，说我一个很好的产品，那我的产品必须要被人家认可。第一，可能最基本的、最一般的就是所谓的 conventional way，传统的方法就是说，我要打广告，我肯定需要在 Google 打广告，在 YouTube 打广告，可能我有经营所谓的这个 Facebook， 我在 Facebook 打广告。Facebook 打广告，它有所谓的 algorithm，YouTube 有自己的 algorithm， 它可能从那边你会找到一些所谓的冷流，所谓的 core group， 就是冷流量，然后冷流量最多看了就算，那可能我们用8·2定律嘛，然后所有这个冷流量就是可能100个看了之后，可能就有20个觉得我想大概了解之后，这20个他会继续在看你接下来你在不断投入的一些广告之后，他再看从这个20个人再来个8·2法则，20再乘2，可能就只有4个人，就是我就觉得不错，可以试试看。所以你看如果你一天打了，就是如果你去到这个顾客群可能有100个。那到后来真的成交的可能就只有4个，但是你花了多少成本资金在那边？所以如果你从这个所谓的成本跟资金，你来换算的所谓的 conversion rate， 其实它是相对的比较低的，很低，很低，就是你讲的 number， 就是 single digit number 吧。对，所以但是很多企业就觉得很无奈，我又不能不做，因为大家都这么做，我不做的话，那我觉得好像我就不跟潮流。那我不做这些，我怎么可以把所谓的冷流量变成温流量，最后变成热流量，就变成我的客户？对，你怎么帮我们的？OK， 那其实我们也会用同样的方法，就是说我们也一样会打广告，但是我打的广告跟 YouTube、Facebook 他们打的广告不一样，就是第一，我会主动出击。怎么主动出击呢？我们可以利用 AI 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工作流 workflow。第一，我可以直接就这边大概透露一下了，就是可以，它是
在整个所谓的 AI 工作流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做的第一步就是，我先了解到你主要的这个顾客群是在哪 ，OK？ 比如说我顾客群就是一般的20到30岁或者20到40岁的一个所谓的年轻族群，不分种族，马来西亚人 ，OK？ 你知道了你这样的一个顾客群说，这就是你的所谓的冷流量群，我们可以把它把它宽成，就是说这个就是我的 target customer。你说冷流量相当于是 funnel 的最上一层，是吧？对，就是我的 funnel 的最上一层 available market。对，然后其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工具，是直接可以写一个所谓的很简单的广告词，我们可以用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工具呢，它直接可以帮你根据你要给的所谓的 keyword， 它可以找出10千，就是1万、2万甚至3万的讯息出去。加上你的 YouTube 的这样的一个频道链接，然后加上一个可能5分钟或者1分钟的一个小短视频，加在你的所谓的这个 marketing campaign 里面，说大家好，我是 William， 那我有自己这样的一个品牌，然后大家想了解的话，那你可以直接 Facebook DM 我，或者是看我这个视频，这个都是可以通过 AI automation 来做的这样的一个 marketing， 直接发，对，发给1万、2万。你要想，我拿个1万吧，如果你1个月你发1万，我用82法则都好，1万那其实你就差不多40个人。而且这个过程是不断 improve 的，就是 try and error， 你会慢慢抓住那些真正最对你感兴趣的这批人，再把这个 target 出来，对不对？是的，如果你是通过这个所谓的 AI automation， 它可能可能是你之前花的这个所谓的 marketing 的钱的10%而已。但是你相对的，你播放或者是你能够发给的人就相对的多。我可以在公司的位置那边再加一个所谓的这个 automation 的 chatbot， 那边直接可以回答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多少钱，运费怎么样，那吃了不满意怎么样，这些也不需要自己回答，它可以有一个所谓的一个 automation 来 bot， 就是所谓的 chatbot 帮你去回答，然后说你想了解更多，可能你需不需要给我或者是你需要知道更多的讯息的话，你可以直接给我发个所谓的一个 WhatsApp 都好，这些完全也可以自动化。所以当你真正在手上你看到的时候，至少你可以知道，当你的手机或者是你有通过这样的讯息，你知道这个人是通过这么多流程的这样的一个 filter 之后给你发信息的人，是已经决定要买的人。是。那你觉得我需要配备几个专职的人来处理最后被 filter 出来的人，还是没关系，就我跟太太2个人就足够了？你觉得？其实已经是绰绰有余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就Kelvin一直提到的像 script 自动化。也就是说，其实你看，好比说打仗的话，你已经是信息战了，已经是那种非常高精尖的战争，我还在扔石子。就以前巴菲特好像说的，你投资每天投1块是没有用的，没有一单是能够做成的，你要一次性看准了投1万块下去。这个只是局限在马来西亚，你要想说，如果你的产品是可以去到整个 region 的，新加坡、泰国、越南都行，它可以就在我们这所谓的自动化的工作流，它不单单只是局限在马来西亚。它是可以 duplicate 这个过程，对不对？对。但只要把我们的制造研发的中心能够切过去，或者说我至少那边能够 local 发货嘛，这个根本就是一个所谓的信息战。这个只是单单做 sales 的部分。刚才你也提过说，你太太比较注重、比较喜欢研发。对。其实研发跟这个 sales 这个其实可以相辅相成。怎么说呢？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些短视频的这样的一个制作过程，就是当你在发这个所谓的 sales 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一些所谓的冷流量的一些还没有成为你顾客的一些人发现，可能这个产品不适合我，但是他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知道说，原来你们在研发其他东西。他开始慢慢就是说，这家公司不简单，不单单只有鸡腿，他现在是在研发鸡块，可能研发其他一些新的产品，这个可能我也感兴趣。所以他从所谓的这样的 funnel 的最上层，他可能变成你的所谓的中间那一层，可能他还不是属于你的顾客，但他至少他可以转化从冷流量变成温流量。OK。所以这个要做的就是可能发一些所谓的短视频。你说我没时间了 ，Kelvin， 我没有时间说每次我太太在研发时我还去拍视频，这个东西有时间，我就是做 YouTube， 我拍了700多支，有时间。这个东西其实也可以把它加在你的所谓的这个 marketing campaign 里面一个链接，或者是一个很短的一个2分钟或者30秒的一个短视频，其实可以加里面直接发，看到不看到无所谓，至少我发出去了，而且这个花费肯定比你在 YouTube 或 Facebook 打广告那边来的低。我太漂亮，大家有没有学会？就是说，如果谁觉得有用的话，记得打赏或者来找 Kelvin 服务我。在我们能负担得起的情况下，我一定会找他，他就是我需要的。因为
我这样讲大家不要生气，我相信 Kelvin 也会认同。如果在中国，我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供应商，对我联系过的，但是我觉得他们要么就收费太贵，要么就是他的 response 呢让我觉得你真的能懂我吗？我在马来西亚，你也不需要了解我的产品，在大马，你的同行多吗？我目前我认知范围之内的，单做这个所谓的 AI automation 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其实不多，是屈指可数。就是说，可能你是有工具的，我是有工具吧？大家刚刚有听到 Kelvin 说的，他怎么样一步一步自动，这叫落地。这在 AI 的术语里面叫 AI agent， 它又通过一些工具来帮你实现的，不是说只是对话。不是吧？不是说一来一去接受这个，不是这样，不是，我们肯定有工具的。那其实，在马来西亚做所谓的 AI 工作，做着 AI 工具或者是 AI agent 的公司，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还是属于比较初始的阶段。其实 AI 的话，其实大家都很了解，可能 AI 就是说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慧，大家都懂。那其实 AI 所谓这个人工智能、人工智慧，它只是整个 AI agent 里面的其中一小部分。就是所谓的这个大语言模型，最多只能就是这一块。那其实 AI agent 它不单单只是这一块，它是利用这个大模型作为其中的一个基础或者是一个工具，再加上其他应用工具，全部结合在一起去完成一些特定的事情，来产生价值。这个就是所谓的 AI agent， 它是属于比较新的东西。AI agent 其实它其实并没有想这样的太复杂，它就只是把你每一天重复的东西，通过工具把它简化、优化、自动化，就是一样的。好比说，你做视频，对吧？你也是在做视频。好比说做视频呢，第一，你就把它整个把它区部跟分解化。我要做视频，第一个这个单独教我，不要别人学会了，到时候我们竞争对手做的别我已经不行了哈。这个单独教我。可以。那讲回来，你觉得在大马很缺乏这样的竞品的公司是吗？我觉得很缺乏。那你的方法论来自于哪里？我觉得你工作当中，我看了 Flextronics、Motorola， 这我感觉更多偏向是制造嘛。对，你自己也拿到 Six Sigma 的标。这个感觉更加偏向社交媒体、电商、软件、AI 都很新的，还带一点技术。对，你是怎么获得？不是你过去10年积累到的吧？至少不是在 Google 积累到的吧？不是。其实 AI 这个块其实是我自修的。对，其实为什么说其实创业，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创业有很多方法。我自己开始，如果说今天我从外企退下来，我自己开一家所谓的饮料店、手摇店，也是创业家，也是老板，对吧？那可能他的所谓的这个技术基础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大。那为什么我特别选 AI 这个赛道？因为我看到其实 AI 它就是所谓的现在目前其中的一个风口浪尖，它是属于一个比较，我觉得是一个蓝海市场。因为其实我们真正开始所谓的 AI 运用大模型，其实是在2021年，就是2021年开始，2023年就 ChatGPT 出来的时候，那个 moment 开始，所以大家开始觉得说这个是个浪潮，这个是个新兴产业。但是这个产业其实已经产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为什么？因为它就几乎可以差不多50%到60%可以代替人去做一些一般人可以做的事，但同时不但做，还可以做得更好，做得更快。就是明白，就大语言模型出来，大家已经意识到它会有这么好的一个 application 呢，这样来应用的商业场景，对。然后从那边，其实我开始从2023年开始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自修，我就开始自学。哇，你怎么学？怎么自学？通过视频呢？花多少时间呢？我每天花至少4个小时。所以你很坚定的已经看准了这个方向，并且感觉这个会是你的 passion 所在，是吗？是的，每天花4个小时不少哦。对，每一周我至少花5天，每一天至少4个小时，不断的在重复在看。然后当然也会去用所谓的 OpenAI， 然后去从那边做一些 prompting， 就是所谓的一个提示词，开始去学怎么提示，然后开始在每天不断的在追踪这样的一个新闻。其实你练成之后，我相信你前2年其实你会有2条路可以走，一个你可以做 prompt engineer， 大家知道吗？我这样讲是因为 prompt engineer 很赚钱。对，第2个就是自己来创业。那你打算出来之前就有这么强的信心吗？你觉得哇，这个你掌握了这些 skill，OK， 你有大公司的经验，你有很好的想法，一定能做成吗？有过 trial 吗？有没有一些让自己 confidence 增强的这个？很多人说要么是你看到了才做，或者是你做了才看到。我不懂你了不了解这个，就是2个不同的思维。有人就说我必须要
知道可行我才做，有些人说我不知道可不可行，但是我就是有这个冲劲，我就做了我才看见，我是属于后者，当然我在外企待了20几年，我大概可以了解说，我可以管控的风险在哪，就是说如果我做了这门生意之后，那如果这开始真的不赚钱，那我知道我至少我的这个所谓的 cut loss 是什么时候，那我能够承担的风险在哪，那只要它还是属于在我可以承担的风险的范围之内，那我会继续做，做了才看见嘛，而不是说我看到可以做我才做，所以我是以这样的一个思维去来创业。至少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帮到很多企业，真的，因为你知道我们作为中国人来大马，一方面我们觉得你做一些小的这个创业有很大机会，有很多东西在大马还没有，对，然后呢大家人都很好，这个确实很需要很多东西。另外一方面，你看工作的人也好，创业的人也好，大家都在喊大马的这个效率还不够高，大家的一看薪水变化，你知道像过去10年上海的这个平均的薪水变化，它有好几倍的成长，对，大马就一点点嘛。我有看过南北欧上面的这个数，我就跟大家讲了，如果你要看到这个变化，那必须生产力要提高，肯定，就是我的 productivity 嘛，是吧？那 productivity 就要记住像你这样的工具或者是思维的一些变化。对，你如果重复做一样的事情，没有 scalability 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太会改变，不太会自己改变嘛。是的，就你真的会很需要，希望就大家你们也有些公司啊，或者在做一些这种自动化，更少的人创造更大的价值，都可以找 Kelvin， 我也会找他来尝试，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进展，对吧？可以啊，肯定可以。我们再来聊聊看一下大马，就大马的整个科技业怎样？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思维会想法说，其实在马来西亚的科技业，其实特别是在走科技这个产业，其实不简单，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可能我们的资金不足或者是人才不足。那我可以很肯定的说，其实在人才方面，我们确定是肯定是不足，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报告，其实马来西亚在培养资讯人才这方面其实不差，哪怕是大学或者所谓的工艺学院，其实都有提供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或者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提供培养这样所谓的就所谓资讯业的人才。但很可惜的是，我们太靠近新加坡，所以我们一直被标签成人才输出的国家。你知道，其实，在马来西亚，当然我不说那种每天越过长堤去打工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蓝领阶级的工人，我是说，其实，在新加坡，其实有很大的百分比所谓的这种高科技的所谓的人才，很多都是马来西亚人，engineer level 的 engineer 或者是以上的，特别是在那种比较高端产业的，在 semiconductor， 就是如果你去看他们的那个所谓的人才列表，很多其实是马来西亚。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需要多方面的，就是企业要肯舍得花这笔钱，因为其实要培养一个所谓的一个就是科技业，就是科技方面的所谓的人才，他不是说一朝一夕，我今天给得了这笔钱，那他明天就回流那种，钱是其中一部分，整个所谓的这个商业环境、企业环境也必须要培养起来，这个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那从国家的层面出发，国家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有这样的一个理念跟这样的一个志愿或者方向，说我要成为所谓高端企业的输入的国家，而不是输出的国家，或者是培养型的国家、成长的国家。对，所以从国家的层面，它必须有就所谓的这个在 policy 也好，在制定条例也好，在制定一些新的一些优惠政策都好，必须要落地。那很多高端企业就是，与其在新加坡这么贵，那我们也可以试试在马来西亚。对，这可以的。尤其是好的公司，只要说他未来的客户，就那些有支付能力的客人，他如果是在新加坡的，是在美国的，那他把一个地区的总部放在马来西亚，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觉得是可行的，就可以做到。这个比起大马去发展半导体，我觉得要合适多了。我是指在半导体的设计方面哈。对，半导体大马本来就有很好的后道的制造嘛。对，我相当认同这一块。因为如果说我要自己成立自己所谓的半导体，就是 design center， 我是觉得不是不可行，可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因为我们相对的比人家慢了好几年。大马有一个叫 NAIO， 你听到过吗？对，你知道是吧？我知道，它有一个到2025的计划，说自己已经实现了80%几，然后又更新到了2030，来点有兴趣可以去看。那我们请专业人士来
讲一讲关心大麻的人，如果你不从业，也不希望用这个 Kelvin 的这个服务，我们来了解一下大麻的科技和 AI 很火嘛，你来谈谈看法。我觉得马来西亚，这当然这是我个人观点了，可能政府他觉得说，他们至少有成立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机构，来培养所谓的 AI 人才，然后实现马来西亚的所谓的数字化，就是数字化转型、数码转型。其实数码转型在马来西亚其实不是一个新词。OK， 其实好几年前，在 AI 还没有成为浪潮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在说 digitalization， 以及说所谓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其实我们已经数字化的。你看。很简单的，就是在 MCO 之后，我们已经看不到所谓的一些点餐的人员，他根本就是给你一张纸，对吧？你直接把你的手机掏出来，你直接做一个 scanning， 你直接自己在线上点餐嘛，这个其实就是数字化了。还有 payment 也是进步很大。payment 的话，之前可能还有所谓的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一些纸币啊，对。但是通过 MCO 之后，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数字化了。所以你说我们需要数字化转型。那我们已经转型了，那我们看到了什么？它就停留在应用，它就只能停留在应用方面。那如果说这个是我们所谓的数字化转型要达到的这个目的，那我很可惜的，我想说这是远远不够的。所谓的数字化转型并不只局限在说成为它的应用者，所谓的数字化转型，你必须要成为它的所谓的管理者或者是制造者。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你要成为应用者，再上一步就是所谓的管理者，之后再上一步就是所谓的创造者。所以其实它必须要有一步一脚印的这样的一个实体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方案。那目前我看到的，其实它大多数都只停留在说我们要数字化转型。那国家层面的话，我们可以所谓给一些奖金，可以所谓给一些所谓的一些特别的一些优惠政策，它就只停留在说，我不管你是在应用、管理或者是制造，我们只能提供这方面的所谓的 support。我觉得这个远远不够。你理想中的是怎样的？我理想中的话，就是说我希望我们，当然这是我的宏愿，就想说，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成为所谓的这个 NAIO 或者是 AI 的领先者的话，我们不需要成为所谓的制造者，但是我们必须可以成为所谓的管理者。什么所谓的管理者？就是说我可以在某些方面特别精、特别好，那就是说它可以精于某一块，但是必须要做深。我认识一个半导体的工厂在大马，他们当然是个外企嘛，肯定是外企，他们就想 initiate 一个 program 就做 smart manufacturing 当然先通过数据啦，还通过硬件的投入，再把这些都串起来之后呢，他是希望从质量上面，还有说 maintenance， 还有 overall 的这个 human 的这个 cost 等等上面去做各种各样的创新。是的，硬件呢有 automation， 软件呢也有一些数据分析。你像我以前也在半导体工厂工作过，我们讲的都叫 PM 的意思是 preventive maintenance。对，我想你肯定很清楚。了解。不管1周以后这个设备有没有坏，我都会停下来去做 maintenance。这样呢，它会确保它永远不会坏。但是呢，现在就更加智能了，说通过数据点位的收集来具体来定制化这个 maintenance 什么时候做到什么程度，然后整个生产怎样配合，这样就会 cost down 嘛，整个 quality 会提升，然后最终导致 margin 会变好嘛。是的，有这样的，我想你讲的就是制造者，肯定就是指由大马来去引领和开发这些新的 solution， 是吧？对。其实你说的所谓的 smart factory， 其实这个不是新词，其实早在好几年前，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一家公司，就是 WD 技术吗？技术，其实他们在马来西亚，其实就是他们开了的其中一家工厂，就是在槟城的，有一家槟城的，它已经是智能工厂它是属于那这个智能工厂，但是它的投入的成本是好几亿 ，OK， 它是完完全全在所谓的那条生产线上，就只有零星可数的几个工程师，其他的完全是完全智能化、自动化。他只要那个工程师，他只要通过所谓的他们的那个 computer， 在荧幕上大概可以知道说这条生产线今晚会生产多少个所谓的产品出来，然后可能什么时候会做 PM， 然后在 PM 的同时，他们会有什么一些 backup， 说完完全全他会数据化分析出来给他。那这算不算你刚刚的愿景，就是由大马来制造的一种领先的 AI 的 OK 在管理者层面的事情呢？这个 WD 就是西城他们做的这个东西，其实它是美国的一个 software， 然后对，所以这个东西你说市场有没有？其实是有的。那问题是说，
它能不能应用在所谓的一些中小型企业上不实际。我可能每个月的每一年我是属于中型企业，我公司可能比不上外型企业，但是我的营业额或者销售可能一年也好几千万，对我来说也不错。但是好几千万是马币，我刚才说投入的成本，你要做所谓的 Smart Factory 是好几亿美金，他们花了3年，然后他们成为整个业界的领头，就是说他们最主要做的这是我个人看点，我不是特别说它好是不好，它最主要是让世界知道说我 WD 是有能力成为一个所谓的 Smart Factory。或者有一种像你这样的第三方的顾问公司、实施公司或者一个 service 的公司，能够帮助他去，那么马来西亚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能力，而不是一家外企，对吧？用外企的供应商在大马实现，这不算，不算，这完全不算的。对，那你觉得最缺的是什么？可以讲讲。我觉得缺的是人才，缺的是资金，跟缺的是国家的这个政策跟愿景，很多。就是马来西亚，我觉得说它好还不好，好就在于说大家活得很惬意，大家觉得说我是，大家说是最佳退休地嘛，我就说最佳创业地，大家觉得说我过得不差，虽然我过得不好，但不差，所以在不差的前提下，我何必花精神花时间，对吧？那有些人就说我就要干一个天翻地覆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但是在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觉得说会很辛苦。但要大家活得很好，就是当今世界就是这样，就是你在科技上一定还要有一个方向是比较创新和领先的，才有可能带领。那它有一种 trickle down 的 effect， 所以整个社会才会变得会更加理想、更好一点，对吧？又不让大马损失它本身比较惬意的生活，对，温暖的人情，又不要让它去损失啊。是的，这是马来西亚的特色嘛，马来西亚的文化。真的是，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比较实干的企业家，或者是你希望做一些人家做不到的，或者是你要比人家特别的话，我觉得之前我们觉得你要这样的所谓的狼性思维，我觉得还是必须要有的。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这个狼性思维，就是蓝什么蓝色的蓝，不是恶狼的狼，狼性，就华为说的是吧？对，因为你必须要够饥渴，必须要够创新，你必须要敢于接受失败，但是你必须要够狠，讲就是所谓的狠，这样你才能够真的有机会成为领头。当然，代价就是你在很快的情况下，你可能会失去很多。这也是我采访你的一个原因。讲到创业，我认识很多人创业呢，有一些，但我看到也会很兴奋，就类似像你这样，他们是做一些比较尖端的，然后是很快的能够起规模。还做的比较前沿，让我感到哇，我在大马看到了。因为我接触了很多年轻人也好，或者普通的人，可能我们现在频道年纪偏大一些会比较多，大家都会觉得，哎呀，生活很好就好啦，天生天养，不要一种米养100种人。OK， fine， get it，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管好自己，享受当下，这是一个主流的声音。但是我就很想去寻找，说有没有那种像我们讲像深圳、像硅谷。那种的气氛，他们这些人在干嘛？他是怎样想的？他们活得好不好？他们未来会是怎样？我就是特别想要采访你的这个原因。我们也非常祝愿这个可以成功，好，先帮助我们成功，然后可以啊，没问题。像你刚才说的那几个，其实我们可以在后续再继续聊。就是这个不难，做得到，真的做得到，而且你可以花相对比现在目前你花的成本还要低的情况下，达到可能比现在你投放的这个所谓的广告资金还来得好的结果。好，那我们再那谢谢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各位晚上陪我来聊，我们谈到了 AI 大马的科技创业者为什么放弃这个外企的生活，还有以我们一家小小的公司，看看Kevin的公司他们有些什么样的 solution 可以帮助到我们。你对这些话题有些什么想法可以留言，如果你觉得 Kevin 有帮助到他，帮忙按赞分享，谢谢大家。好，谢谢，晚安。